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胡春华这位20大上被彻底边缘化的废太子，最近又回到聚光灯下了。先是去了西藏视察雅江工程，接着又出现在吉林长春的东北亚博览会，还发表了致辞。更耐人寻味的是，官媒和军媒齐齐配合，外界普遍认为有人在推他重返舞台中央。可就在胡春华动作频频的同时，习家军也没有闲着。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几乎同一时间现身吉林，公开强调牢记习近平的重要嘱托。这很明显是和胡春华对着干。更敏感的是军队，现在中央军委委员7缺3，正职大批空缺，全靠副职代理。这其实把习近平清洗军中的后遗症暴露无遗。问题来了，4中全会之前，胡春华会不会成为最大的变数？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8月27号，东北亚博览会在吉林长春开幕。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胡春华首先在发言的开头例行公事地提到，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随后便是一系列官场套话，但只字未提2个确立、2个维护等抬高习近平的任何字眼，身体力行地在官场示范了一把去习话。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次陪同胡春华参加活动的有吉林省1把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2把手、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3把手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以及吉林省及长春市的干部，中共全国政协办公厅干部、商务部司局干部，相关省区市和重要城市领导。虽然胡春华目前的官职只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但是吉林省4大领导班子全体出动，陪同他一起视察，大有众星捧月般捧场胡春华，貌似把他当成了未来的总书记。官场向来嗅觉灵敏，在习近平身体有病、权力飘摇之际，大家心照不宣地争取机会，为自己多留一条退路，也给胡春华留一个好印象，以便在新的权力组合中能被提携晋升。习家军也针锋相对，闻风而动。据新华社27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几乎与胡春华同时现身吉林调研。陈文清强调，政法战线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的重要嘱托，要全国一盘棋，集中精力做好纪念所谓的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和上合组织峰会安保维稳工作。显然，习家军陈文清在跟胡春华唱对台戏，要稳住吉林省的官员们对习一尊的忠诚。这跟时评人唐晋远日前的爆料内容相吻合。爆料说，习近平已经被夺权了，接替习近平的人选目前已经基本确认是胡春华和汪洋。今年6月底成立的中央决策协调议事机构，实际的操盘手是中共元老。习近平下台让位的问题，其实在中共高层出现了反复拉锯，原因是习近平不想退位。胡春华作为团派代表，是被前中共党魁胡锦涛钦点的隔代接班人。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后不想退位，便修改宪法，并在2022年中共20大时夺得了第3任期，并将胡春华从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上踢出局，并将中共前任党魁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架离20大会场。但从去年4月起，胡春华开始几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比如去年4月访问非洲3国，去年12月赴西班牙出席2024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今年8月赴西藏被安排视察最重要的林芝。到此次的吉林之行，确实有中共元老的力量在拖着胡春华重新回到中共的权力中心。
中共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转折都离不开军队的作用。中共总是宣称党指挥枪，但真实的情况是，中共内部谁掌握了军队，谁就能指挥党。邓小平手握军委主席的军权，就可以任性地让跟自己理念不同的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下台。由于中共独裁专制制度的非法治的黑社会性质，导致每一个上任的中共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都要抢夺军权，才能保住其权力地位。习近平也不例外。习近平掌握大权后，他将自己的大秘不是军人的钟绍军安插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职，作为习近平联络各大兵种、军区、监督军队政治动向的耳目和监军。钟绍军在军中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角色。有爆料指出，钟绍军当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时，不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放在眼中，甚至要求张退休。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习近平去年7月3中全会期间传出病倒的消息，张又侠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是顺位继承人，自然接掌了军权。接着张又侠反戈一击，将钟绍军拿下。随后习近平出面力保，钟绍军被贬到国防大学担任政委，从极其重要的岗位上调离，被边缘化。几天前，新加坡媒体报道了钟绍军会见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陈庆基，但中共国内封杀此一消息，甚至连钟绍军的名字也在微博限搜。从钟绍军目前闲散的状态看，再次佐证了习近平失去军权的现状。中共军队由于派系斗争不断，军中高官不断被清洗，不但中共中央的政局是黑箱操作，军队更是如此。人们只能从军队的公开活动中看出一些端倪。8月26号，中共军队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就是这样一个观察军队动向的窗口。随着习近平的军中亲信、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于2024年11月落马，习的另一个亲信、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于2025年两会期间失踪后，各大军区的政委司令也是七零八落，像海军政委、武警政委都已经长时间空缺。在张又侠主持军队高层会议期间，新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领导首次亮相，军委政治部上将亲临，军事科学院院长、政委坐在主席台，中共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频频露面。会议现场视频显示，主席台一共有4人，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上将和政委林焕新上将，还有新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张玉堂中将。据公开资料，张玉堂1967年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网络舆论局局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局长、中共军队新闻传播中心主任兼解放军报社社长，也是中共20大代表。据悉，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李军已调任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从少将晋升中将。张玉堂从军报社长直升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接替李军，分管宣传文化和思想政治等工作。区别是，李军当年是升任主任助理，而张玉堂是直接晋升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从少将晋升为中将。因为这次研讨会由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军事科学院联合主办，作为主办方代表的张玉堂虽然是中将，依然坐在了主席台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是军中大清洗的重灾区，随着苗华的落马，政治工作部的二把手及常任副主任何鸿钧下落不明，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的助理兼退役军事部副部长杨友斌在8月中旬已被免职。
政治工作部在中国的军队体系当中排名第2，仅次于联合参谋部，但如今却连1位上将都没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领导班子已经千疮百孔。除了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公检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总政治部常年维持多名上将的局面，高峰时期甚至多达5、6位上将主持工作。如今政治工作部因为军中清洗，出现了上将被清零的局面。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邱阳少将也出席了会议。他最近曝光率很高，先是跟张又侠接见了巴基斯坦军队代表团，前几天他又陪同习近平在西藏接见了驻藏部队的军官。所以邱阳现在是以副职主持正职的工作。海军代理政委冷少杰、武警代理司令员曹军章、新任的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张玉堂均是如此。在正职大面积缺位的情况下，副职临时代理成了目前军队单位的普遍现象，也折射出了当前军队洗牌的范围之广和力度之大。4中全会临近，他们谁能进入新的中央军委补缺呢？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